春节我和老婆孩子出游，经过一座吊桥，桥上有人故意摇晃，随时会断裂。我赶紧制止，不要再摇了，桥要断了。他反而骂我，怕就不要出来丢人。话音刚落，绳索断裂，桥上几百人全部坠入山谷。重生后，我回到踏上吊桥的那一刻。大年初一，我和老婆孩子去山上的寺庙烧香祈福，在经过一座吊桥时，桥身突然晃得很厉害，有人在故意用力摇晃，带动整座桥都剧烈晃动起来。放眼望去，我才发现这座桥上居然已经站了200-300人，可我明明记得上桥时，旁边的告示牌上写着通天桥限制人数30人。此刻我嗅到一股危险的气息，桥下是砍伐过的竹林，如果桥断了，那都得变成串串。现在桥上的游客数量早已超过设计承重，如果再有人故意晃动，极易造成绳索疲劳断裂。桥身此刻像是一根绷紧的细弦，在断裂的边缘疯狂试探，人群中尖叫声和嬉笑声夹杂在一起，没有人注意到死神正在靠近。老婆带着孩子走在前面，他们也被吓得不轻，情况凶险万分。我心急如焚，我拼命往前挤去，只想带着家人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桥身像是在悬崖上荡秋千，晃动的幅度仿佛要将人甩出去。众人逐渐意识到不对劲，这才开始变得恐慌起来，纷纷斥责还在那晃动的游客。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刚走到桥中央，只听见咔嚓一声巨响，是金属崩断的声音。我暗叫不好，一侧的钢索突然从中间断裂，整座桥瞬间侧翻，巨大的惊叫声不绝于耳，几百号人像下饺子一样掉进深渊。妈妈，我似乎听到女儿的声音，我扭头看去，眼睁睁看着她坠入深渊，耳边又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然是老婆的声音，她在呼喊女儿。我自身难保，侥幸抓住桥上一根钢索没掉下去，悬在空中，艰难地抬起头。老婆此刻2只手死死抓住钢索，整个身体飘在空中左右摇摆。我与她四目相对，为她打气，老婆，你撑住，我马上过来救你。说完，我2只手抓住绳索，不顾一切，一下一下慢慢朝她那边挪过去，整个肚子露在外面，山间寒风嗖嗖往里灌，冻得我直打哆嗦。我不敢往下看，只是朝着老婆的方向前进。女儿已经没了，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救下我老婆。双手不知被什么刮破，鲜血滴答掉到脸上，冰凉。就在我离她只有1只手的距离时，老婆像是耗尽所有力气，哭着对我说，老公，我们来世再做夫妻。说完，她再也支撑不住，2手滑脱，像一只脱线的风筝掉入山谷。不要！我奋力嘶吼，山间凛冽的风在耳边呼啸，像是对我无能为力的嘲讽。我心灰意冷，松开双手，追随老婆孩子而去。来世再见，坠落谷底，被竹子穿胸而过，当场死亡。再次睁开眼，仿佛刚才穿胸的刺痛还没消失。我捂住胸口，大口呼吸。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桥上依旧站满了人。我正站在桥前，一只脚正要踏上这座死亡通天桥。这熟悉的场景让我意识到我重生了。在吊桥断裂前，眼前的通天桥像一只怪兽，正张开血盆大口，随时要将桥上的人吞没。刚刚的惨状还历历在目，我条件反射般缩回了脚。只要我不走上去，我就可以躲过这场劫难。可我的老婆和女儿还在上面，我因为爬山太累，在下面多休息了一会儿。老婆还在嘲笑我缺乏锻炼，连女儿都比不上，说他们一会儿在桥对面等我，让我快点追上来。我赶紧跑到一侧的悬崖边，找寻老婆的踪影。只见她带着女儿已经被挤到桥中央，前面的人走快点，不要堵住后面的人。工作人员正在用喇叭催促。就在这时，桥身又开始剧烈晃动起来，像是死神伸了个懒腰，从沉睡中苏醒。再不阻止就要来不及了。我管不了那么多，一把抢过工作人员手中的喇叭，对着桥面大声呼喊，你们不要再晃了，一会儿桥要断了。我心想，只要阻止桥上故意晃动的人，这座桥就不会断。可不料刚说完，桥上传来一个男人的嘲讽，大过年的，你在这咒谁呢？这桥比你命长，你死了它都不会断。接着桥上传来阵阵哄笑，工作人员见状抢回喇叭，黑着脸教育我，你这是在恶意散布恐慌信息，信不信我把你抓进去？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看着还在不停摇晃的桥，我知道再不阻止，真的又要重蹈覆辙了。我告诉自己，冷静，现在一定要冷静。此时只有通过工作人员才能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他是维持秩序的，他说的话游客一定会听。于是我耐着性子跟他说明事情的严重性。大哥，你看这座桥上现在好几百人，早已超过限制人数，万一发生意外，那后果不堪设想。他有点不耐烦，挥手打断我，你再叫我做事。我急得连连摇头，我哪敢教你做事，你先听我说完。他又打断我，你给我闭嘴，你在质疑我的专业能力吗？这桥好好的，在这几十年了，你说断就断，你懂还是我懂？最讨厌你这种懂王，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来做，懂吗？说完向我翻了个白眼，围观人群也对我指指点点。我看着桥摇晃得越来越厉害，桥上逐渐有人开始呼喊，你们不要再摇了。可他的声音很娇弱，似乎戳中了那些人的恶趣味，桥反而晃得更加厉害。我见状连忙对工作人员说，你看游客都害怕了，你还不阻止一下？
他看我不依不挠，显得极为生气，铁青着脸，用手指着我鼻子，朝我厉声说道：“再说一遍，不要教我做事。”我真想上去揍他一顿，但看着人群中无助的妻子和女儿，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再次抢过他的喇叭，对着桥上的人使出全身力气喊话：“叫你们别摇了，都是聋子嘛！”桥上顿时安静下来，好像暂时把他们震慑住了。可接着又传来那个熟悉的声音：“我就摇怎么了？一会你过来，我打死你个龟！”他话说到一半，一声巨响传来，钢索再次崩断，桥上的人被掀翻，纷纷掉落。我站在悬崖边，亲眼看着自己的老婆女儿掉下去，再次无能为力。工作人员此刻一只手正抓住我手中的喇叭，试图抢回来。见到眼前的场景，他的脸色由愤怒迅速变得惊恐。我咬牙切齿地盯着他，他吓得瘫软在地，不敢和我对视，自言自语：这可怎么办？还是改变不了吗？那一个人苟活又有什么意思？于是抱着工作人员一起跳了下去。我再次猛地醒来，大口大口地吸气，眼前一切还是那么熟悉。我知道我又重生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重生的机会，这次一定要抓住。工作人员指望不上，我得换个办法。我想到上一次2次和我对骂的人，他应该就是那个故意在桥上摇晃的人。在第2次喊话时，我看到了他的身影，他就站在桥这边不远，两脚横跨在桥中间，穿一件灰色外套，是个矮胖子。这次我下定决心，我要自己踏上吊桥。路过工作人员时，我恶狠狠地朝他吐了一口痰，在他震惊的眼光中，迅速钻进桥里人群中间。时间紧迫，我用力地往前挤去，周围不断传来抱怨声：这个人素质怎么这么低，赶着去投胎嘛？哎呀，你干嘛？谁把我鞋挤掉了？我平日里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市民，公共场合也很注意素质，但为了家人，我只能暂时把这些抛之脑后，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就是保证我老婆孩子的安全。我在此起彼伏的谩骂声中，终于走到矮胖子身后，只见他两腿张开，摆好架势，正在用力晃动身体，桥身在他的晃动下迅速摇晃起来。这时，他前面的一个身穿短裙、身材曼妙的姑娘吓得两腿发颤，蹲下身子尖叫起来。他见状猥琐地笑了起来。姑娘回过头来，望着矮胖子，满脸通红。他羞愤交加，轻声对着矮胖子说：“求求你不要再摇了。”矮胖子似乎很享受这种感觉，嘴上答应。等姑娘转过身去，眼光猥琐地盯着姑娘的腿，又准备开始摇。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转过身来，看着我一脸不爽：“你瞅啥？”我忍住怒火，想着用最快的方法脱困。上次说话太冲，也许这人吃软不吃硬。于是我满脸和气地对他说：“兄弟，我老婆孩子害怕，你等我们过去再摇好吗？”没想到他一脸不屑：“又不是我老婆孩子，关我鸟事。”我真想一拳招呼到他这张肥大油腻的脸上，但心里有个声音在告诉我，不能冲动，一定不能冲动。我于是拿出手机，挤出笑脸，对他说：“兄弟，你看这样行不行？”他歪着脑袋，一脸嚣张地看着我。我低声下气地说：“我给你转200块，你别摇了，给个面子。景区门票只要51张。”我寻思再不讲道理的人，看在钱的份上，也不会拒绝。可再次出乎我的意料，他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脸，凶狠地说：“200块你瞧不起谁呢？”我继续忍耐，说道：“1000。”他不吭声。“2000。”他还是不吭声。“5000。”听到这个数字，他明显愣了一下。5000块，让一个没素质的人不要在公共场合恶作剧，这看起来很窝囊，但是为了我的家人，就算倾家荡产也值得。说着，我让他打开收款码，立马把钱转给了他。转给他后，我立马收起手机，继续去找我老婆孩子。可他却两腿还是横跨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让我过去。我不解地看着他，这是什么意思？他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只是答应你不摇桥，答应让你过去了吗？”我没想到这人会这么无赖，忍住怒火问他：“那你要怎样才让我过去？”他冷笑一声，伸出右手，食指向下，一脸坏笑地说：“从我胯下钻过去。”我气得浑身发抖，瞬间怒火中烧。怎么会想着和他讲道理？老子今天打不死你！说完，我一只手抓紧他的手指，用力一掰，只听见咔嚓一声脆响，他疼得龇牙咧嘴。我又顺势一脚猛地往他胯下踢去，他两腿一缩，疼得瘫倒在地。我骑到他身上，一拳又一拳往他脸上招呼，发泄着心中的愤怒。还摇不摇？还摇不摇？你他妈还摇不摇？他被我打掉一颗门牙，嘴里鲜血直流，脸上变得五彩缤纷，不住向我求饶：“不摇了，不摇了，打死我都不摇了。”周围游客看到这状况，纷纷避开。我松了一口气，这下没人摇，桥也就不会断了。等前面不远处的老婆和孩子到达对岸，一切就结束了。可还没等我缓过神来，桥竟然又晃了起来。我身下的胖子还在讨饶，不可能是他。我只听到前面不远处传来声音：“做我女朋友好吗？”接着一群人开始起哄：“答应他，答应他。”我急忙起身想找到那人，可已经来不及，桥又断了。一阵天旋地转，我又重重摔到地面，这次好像没有那么疼。在矮胖子的缓冲下，我多撑了一会儿才闭上眼睛。第3次重生，来不及消化刚才的痛楚，我熟练地朝工作人员吐了一口痰，随后钻进桥里。没一会儿就看到矮胖子的身影，他两腿跨开，
色眯眯地盯着前面女生的腿，正要开始摇晃。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她充满敌意地看着我。你瞅啥？瞅你咋地？这次我不跟她废话，和她多说一句都是在浪费生命。我一脚朝她命根子踢去，她疼得嗷嗷叫，倒在地上。我扑上去照她脸一顿揍。在矮胖子害怕又迷茫的目光中，我继续往前走。我记得上次掉下去时，那声音就在前面不远。刚过了10来秒，桥果然又开始晃动。这下我终于看清，这两人我见过，一男一女。女生就是刚刚被矮胖子骚扰的漂亮姑娘，男生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衣冠楚楚。之前女生被矮胖子骚扰时，他就站在女生旁边，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个路人，现在看来他们早已认识。男生突然回过头挡住女生去路，一脸坏笑地看着她，然后开始左右晃动吊桥。女生吓得惊呼一声，只见他从衣服袖口里掏出一支玫瑰花，深情款款地对女生说：“做我女朋友好吗？”周围游客见到这情景，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还在那起哄：“哇，好浪漫！答应他，答应他！”这是利用一种心理学现象，叫做吊桥效应。女性身处紧张或者刺激的情景时，身体会自然产生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等生理反应。这时候，如果男生向她表白，女生答应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女生愣在那里不知所措，满脸错愕。男生见女生还在犹豫，又准备开始摇晃，女生吓得蹲下身子，小声让他不要再摇了。男生做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对女生说：“你只要答应做我女朋友，我就停下来。”围观游客还在起哄，丝毫不知道自己命悬一线。你不答应他，很难收场。大家说对不对？对，这个眼镜男着实可恶，利用一些小聪明就想俘获女生芳心，现在又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白，让她下不来台。而在女生遭到矮胖子的骚扰时，他却不敢挺身而出，这样的斯文败类，现在还有脸表白，这哪是在求爱，这是在情感绑架。我冲上去接过玫瑰花，冷冷地对他说：“你不配。”他愣住了，本想发怒，但转过头看到是我，瞬间没了脾气，估计是看到我揍矮胖子，让他心有余悸。他胆怯地看着我，支支吾吾地说：“你是谁？”我大声告诉眼镜男，我是在他被骚扰时敢替他出头的人。眼镜男被我这么一说，脸上瞬间挂不住了，像是被戳到了痛处，羞愧地待在原地。虽然我的本意不是为了给女生出头，但我现在这么说能快速戳穿他，只要他表白失败，也就不会再继续晃动桥身。女生似乎也反应过来，从我手中接过玫瑰花，直接扔到了悬崖下，接着气呼呼地往前走去。我不敢耽误，也朝前方走去。路程已经过半，终于我看到了老婆的背影，这是我离她最近的一次。我从背后抓住老婆的手，恍如隔世。她看到我，欣喜地笑了起来：“老公，没想到你还挺快嘛，看到我手上有血迹。”她又紧张地问我：“你手怎么了？”我微微一笑，来不及和她解释，故作轻松地说：“没事，先过桥再说。”说着，我一只手牵着老婆，另一只手抱起女儿，在拥挤的人群中奋力往前走。老婆似乎也发现了我的不对劲，但她没有问什么，只是紧紧抓住我，跟在身后，离对岸越来越近。我默默祈祷着一定不要再出意外，可事与愿违，桥又剧烈晃了起来。我甚至没来得及弄清是谁在晃动，随着熟悉的巨响，我们一家3口再次掉入山谷。坠落的过程中，我双手把女儿托举起来，背部朝下。我不知道是否还有重生的机会，如果没有，我希望她能好好活着。强烈的痛感袭来，我瞬间失去意识。庆幸的是，睁开眼时，我又回到了桥面前，我再次重生了。可上一次是谁在摇晃，我甚至都没有看到。桥就这样毫无预兆地晃了起来，现在只能用更快的速度找到我的老婆孩子，争取在桥晃动之前跑到对岸。我轻车熟路地挤上桥，看到矮胖子后，老规矩先把他打了一顿。前面女生对我投来感激的目光，为了争取时间，我脑子飞速运转。我对矮胖子说：“给我死死盯住前面那个戴眼镜的猥琐男，他如果敢摇动桥身，像我打你一样打他，知道吗？”他赶紧唯唯诺诺地点头。我怕他不听话，临走前还加了句：“要是让我知道他摇动了桥，我在对岸等着你。”放完狠话后，这才继续赶路。幸运的是，一路走来晃动真的没有再发生，看来威慑有用。这次我提前2分钟找到老婆孩子，但我知道还没有结束，前面还有人会摇动这座桥。那人什么时候会开始摇，我并不确定。我牵着老婆孩子，反而放慢了脚步，每走一步，我就探出头往前面看一眼，认真观察着行人的动静。只要一发现任何苗头，就喊话制止，就算不能制止，也能找出那个晃动桥的人。就在我再次探出头观望时，我又感受到桥要开始晃动了。我目光迅速寻找，还没来得及找到那个人，前面不远处突然传出呼救声，这有个老人晕倒了，前面的人让一让。他说完这句话，即将开始的晃动也消失不见了。我带着老婆孩子继续往前，亲眼看到那个老人被人背到了桥对岸，这让我信心大增。经过这件事，应该暂时不会再有人晃动。我几乎已经可以看到上岸的阶梯，可就在我以为这次可以安然度过时，桥竟然又晃了起来。我神经高度集中，紧张地搜寻着那人的位置，
在桥断裂的那一刻，终于被我找到。我看到在桥的末尾有一个黑色的身影正在猛烈地扭动身躯，但我没有看清他的脸。他在桥的尾端像是一个守门员，牢牢地将我们拒之门外。再次重生，我按照熟悉的流程快速找到老婆孩子。可接下来该怎么办？那个人在桥尾，如果不能阻止他，前面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我望着乌泱乌泱的游客，陷入沉思。高压的环境下，我的脑子飞速运转，脑海里突然涌现出一个绝佳的方法。在上一次过桥时，不是有个晕倒的老人成功去到了对岸，我一直是一个人单枪匹马，没有任何人帮助，潜意识里一直把老婆孩子当成保护的对象，但却忘了他们也可以成为过桥的工具。我弯下腰，看着女儿黑溜溜的大眼睛，微笑着对她说：然然，爸爸和你玩个游戏好不好？她眨巴着眼睛，高兴地拍起手来。好呀好呀，玩什么游戏？我凑到她耳边，神秘地说：你假装晕倒，爸爸背着你过桥好不好？我话音刚落，只见她双腿一软，扑通一声就倒在了地上。这孩子入戏也太快了。我一把抱起女儿，马上呼喊起来：我孩子晕倒了，前面的人快让一让！果然，前面的人听到后，一个个往旁边靠。桥上迅速出现一条绿色通道，我给老婆使了个眼色，让她快步跟上，一路畅通无阻。不一会儿，我就看到桥对岸上岸的阶梯，我大喜过望，这次总能顺利度过。可就在我以为万无一失时，那个黑色身影再次出现，他站在桥尾，又开始扭动身躯。坠落过程中，我不解地看着那个身影，为什么老人可以过，小孩就不可以？难道说他不喜欢小孩？再睁开眼，我一边快速走流程，一边思考着。我决定再试一次。这次在和老婆会合后，我直接把他横抱了起来，他一脸震惊地看着我：你干嘛？丢死人了，快放我下来！来不及跟他解释，我不理会他，朝着前面大声呼喊：前面的人让一让，我老婆羊水破了，马上要生了。这话一出，桥中间立马出现熟悉的绿色通道。我想，如果知道桥上有孕妇，而且马上要生了，再冷血的人都不会在这时候晃动桥。他也许不喜欢小孩，但是这可是个孕妇，如果这都不行，那对面的那人一定是个变态。周围游客纷纷避让，还在热心呼吁前面的赶紧让让，有孕妇要生了。老婆两手环住我的脖子，眼睛瞪得老大，似乎在确认眼前这人是不是她老公。我抱着老婆，女儿在后面紧紧跟着，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问：爸爸，我真的要做姐姐了吗？我没空回答她，只是让她跟紧我，胜利就在眼前，这一次一定可以逃出这座桥。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近，前面也没人阻挡，一眼看去还有10来米就可以到对岸。我心脏砰砰狂跳，难以抑制的兴奋。就在我以为可以成功上岸的时候，桥又一次的摇了起来。那人站在桥尾，脖子上挂着一个望远镜，突然狂笑起来，接着两腿用力的晃动，桥最终还是断了。可这次我看清了他的脸，居然是他。我也终于明白，那人是冲我家人来的，他是老婆的前男友。老婆和我说起过，他有个前男友是赌成性，败光了家产，老婆对他失望透顶，提出分手。他骂我老婆是拜金女，说看他没钱就离开他。他们分手后还纠缠过我老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老婆和我结婚，他也就死了这条心。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再次重生时，我脑海里莫名多出许多画面，全都是关于老婆的片段。画面结束后，脑海里出现一个冰冷的声音：重生次数已用尽。我听完差点瘫倒在地。这次如果再不成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对面那人是专门针对我的家人，无论我怎么努力，他只要看到我们的身影，就会毫不犹豫地开始行动。我绞尽脑汁思考着，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躲过这次劫难？如果我找到老婆孩子，挡住脸面往回走，不让他发现，是不是可以安然无恙？可我想起他脖子上的望远镜，他只怕早已看到我老婆孩子上了桥，就等我踏上去送我们一起上路。我也可以选择苟活，不踏上这座桥，可上面是我深爱的家人，我又怎能无动于衷？这仿佛是个必死的局。最终我还是鼓起勇气，毅然决然地踏上这条不归路。如果注定不能同生，那就同死。我按照原计划顺利找到老婆孩子，只不过这次我没有带着他们着急往前走。我停了下来，非常严肃地问他：你是不是和你前男友还有联系？听到这话，老婆脸色瞬间僵住，看我神色凝重，过了好几秒，焦急地跟我说：老公，你不要多想，我和他什么都没有。老婆以为我怀疑她和前男友藕断丝连，不是你想的那样。她赶紧解释说，前段时间她的妈妈身患重病，但是她早已败光家产，债台高筑，根本没有钱给她妈妈治病。老婆曾和我说过，她前男友的妈妈帮过她很多，拿她当亲闺女对待。可是后来前男友沾上赌博，他们分手时，前男友的妈妈也很难过，但也十分理解，痛哭着怪自己没有教育好孩子。我迫切想知道事情的真相，焦急地对老婆说。然后呢？老婆眼神闪躲，不敢看我，吞吞吐吐地说：我怕你多心，就偷偷给他妈妈赚了10万块钱治病。我知道自己的老婆善良，滴水针涌泉相报。事已至此，只是轻轻叹了口气，让他继续说下去。
可是没想到这件事被前男友知道了，他拿走给他妈妈治病的钱，对他妈妈说：“妈，你等着，等我回来就什么都有了，我带你去看病。”他拿着10万块去赌场，又输了个精光。回来时，他妈妈已经上吊自杀。说到这，老婆已经两眼通红，湿了眼眶。后来他找到我说是我害死了他妈妈，让我赔钱。我知道他已经是去行尸走肉，没救了，让他不要再来骚扰我。他临走时威胁我说，一定会让我全家不得好死。今天过来祈福，就是希望全家平平安安。老婆说完，靠在我肩上，委屈地哭了起来。我听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恨不得把他给撕了。我抱着老婆，轻声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抽泣着说：“我不想让你担心。”老婆像是意识到了什么，问我他是不是也来威胁你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是紧紧抱住他。老婆又说：“我们过了桥再说，一定会没事的。”我回了他一个惨淡的笑容。这桥还过得去吗？我短暂思考了一会，下定决心，眼神坚定地看着老婆，对她说：“老婆，你有没有他的手机号？”老婆看我表情，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迅速拿出手机，从黑名单里把他拉了出来，递给我。我不敢停留，迅速拨了过去。手机里传来嘟嘟嘟的声音，过了10几秒，电话接通了，那边没有说话，只是传来细微的呼吸声。我知道你在桥对面，我率先开口。他似乎很惊讶，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知道又怎样？你们都得死。”我直奔主题：“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他突然笑了起来，笑得很颠：“我妈的命，你们还得回来吗？”我这才想起之前有个老人晕倒，那时候我们都在桥上，他却放过了那个老人。现在想来，他或许是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可他妈妈的死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怎么能怨别人？但我不敢激怒他，他已经丧心病狂，恨不得我们所有人陪葬。短暂的沉默过后，他突然说：“都给我去死吧！”桥身又开始晃动起来，我吓得连忙制止他：“别这样，有话好商量，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他嘶吼着：“我要你老婆，你能给我吗？”我突然愣住了，拿着手机转过身去，不想让老婆听到，嘴角颤抖着说道：“可以。”我双手不听使唤，抖个不停。如果能让老婆孩子活下来，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我咽了口唾沫，继续说道：“我知道你还喜欢他，我现在把他让给你，你不就是想让我家破人亡吗？我成全你，你让他们母女过去，我会从这跳下去。”那边沉默很久，终于回了我2个字：“可以。”我回过头，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对老婆说：“你们先过桥，我再休息一会儿。”老婆早已看出了端倪，打死不愿先走，过来拉着我的手不松开，要走一起走。我一把把她甩开，对她吼道：“走啊！”女儿被我突如其来的吼声吓得大哭起来，我的心好痛，可爸爸只能下辈子再安慰你了。老婆这才抱起女儿，一步一回头，做最后的告别。我看着他们成功走到对岸，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能让他们活下来，我心满意足。现在老婆孩子已经安全，但我不跳下去，桥上几百人将为我陪葬。我并不高尚，是老婆教会我善良，就当是我为这个世界做最后一点贡献。我走到一侧扶手边，向下望去，还从没这么认真地看过这个山谷。我安慰着自己，又不是没跳过，有什么好怕的？咬咬牙，下定决心，抹掉眼泪，一只脚跨了过去。有人跳崖了！这时耳畔不断传来众人的惊呼，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没跳呢，怎么就叫了起来？半天我才反应过来，他们说的不是我。我跟着人群，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竟然顺利来到了对岸悬崖边。游客围了好几层，议论纷纷。我刚才亲眼看到他把人推下去，这是个杀人凶手，大家不要让他跑了。大过年的，什么仇什么怨，这女人也太歹毒了，还是个当妈妈的人。我挤进去，只见老婆在正中间，被团团围住，她把女儿护进怀里，满脸惊恐。我脑袋轰的一响，瞬间明白过来，是老婆把她前男友推下了悬崖。我飞速过去，看老婆有没有受伤。她看到我完整的出现在面前，又惊又喜，终于卸下所有防备，哇的一声抱着我嚎啕大哭。我轻轻拍着老婆颤抖的肩膀：“没事了，过去了，都过去了。”我老婆涉嫌故意杀人，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在警局里，我详细的和警方说明了一切，并把当时的电话录音交给警察。我告诉警察，死者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这座桥当时已经超过承载人数10倍，任何晃动都可能造成巨大灾难。如果我老婆不把他推下去，将造成几百人的重大伤亡。警察只是觉得我危言耸听，在有意为老婆开脱。当他们请了专门的桥梁专家现场勘测后，调查结果让他们惊出一身冷汗。桥梁专家说，这座桥当时的承载量已经超过了设计承载量的10倍不止，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桥梁断裂。如果当时没人制止，恐怕将酿成惨剧。警察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相信我说的话。在调查老婆前男友时，又发现了许多蛛丝马迹。他曾多次前去通天桥实地测量，他的电脑里有大量关于通天桥的搜索记录，足以证明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当天在通天桥上的游客得知事情的真相，纷纷站出来为我老婆作证。
这件事在网上也引起了激烈讨论，杀一个坏人就吓几百无辜群众，却要蹲监狱，这合理吗？虽然，但是他可是杀了人啊！当时在桥上的不是你，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庭审那天，法院外挤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着这场判决。几小时后，法庭最终宣判，被告属于紧急避险，无罪释放，而我因为成功阻止桥上人为晃动，获得见义勇为称号。景区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被追责，通天桥暂时关闭。法庭外，我抱着老婆孩子喜极而泣，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民众欢呼声经久不息。这一次，正义没有缺席。想起第一次见到老婆的场景，那时候街边有2个乞丐，他看了一眼就走开了。现在骗子那么多，人们对乞讨行为大都冷漠，可没想到他一会儿又转了回来，手里提着打包好的2碗面，一言不发放在2人面前，然后哼着小曲，蹦蹦跳跳的离开。后来我问老婆，现在骗子那么多，你不怕好心没好报吗？他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我给的是吃的，又不是钱。我听完恍然大悟的哦了一声，他又白了我一眼，我又不傻。以前我总觉得好人没好报，冷漠是我的保护色，是他教会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也可以做一个善良的人。最后那次重生时，脑海里曾出现许多关于老婆的片段，画面里他给乞丐买饭，给孕妇让座，喂养流浪猫狗，捡起路上的香蕉皮，扶起倒在路边的共享单车，涂掉公共厕所里的违法信息，是老婆用她小小的善行为全家换来重生的机会。第一个故事讲完了，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个言情小故事。我嫌前夫嘴太碎，离婚后索性找了个哑巴当男友，小哑巴年轻乖巧，简直深得我心。这日我去他学校接他，却听到他跟舍友对话：宇哥，你打算装到什么时候啊？玩腻为止。刚进南大寝室，就听到有人调笑：宇哥，装哑巴泡自己小舅妈什么滋味？我下意识停住脚步，站在门口，良久才传来一个更加低沉的声音：就那样吧。透过门缝，一个大男孩翘着2郎腿坐在凳子上，眼睑下垂，是一张十分高级的厌世脸。那你准备啥时候分手？每天不说话难受吗？你每天说话难受吗？他转着手机，满脸不耐烦，腻了再说吧。我没吭声，装作没听到，转身重新走下楼，给他发了条信息：到了，人呢？那边回得很快，收到，马上下来。没过几秒，一道身影从宿舍楼冲出来，孟崇宇还穿着那件黑色卫衣，但厌烦的表情褪去，换上了一张阳光热情的面孔。他咧着嘴走到我身边，低头按了2下手机：姐姐，等很久了吗？不算久。他看我2秒，眨了眨眼，又输入道：你不高兴了，是等烦了。我转头看了眼举着手机小心翼翼讨好我的男孩，往外舒了口气：不是，工作上的事。哦。男孩垂着眼，表情带着失落，这副样子跟方才在寝室差异太大，甚至让我一度怀疑那幕只是自己的想象。他乖巧坐在副驾，突然想到什么：可以再等我几分钟吗？我点了点头，男孩立刻拉开车门跑出去。等他的期间，我犹豫半晌，才点开纪伟礼的头像。之前你说自己有个外甥，他叫什么？很快，许久没联系的人给了回复：纪伟礼，孟崇宇。纪伟礼，有事。我正要回复，突然车门拉开，我慌忙把手机收进口袋。是孟崇宇上来了，他单手揣兜，系好安全带后，突然掏出来个棒棒糖，草莓味的，往我面前推了推：给我的。男孩点了点头，不生气了，好吗？我是纪伟礼资助的贫困生，和他结婚，只是因为他需要一个顺从听话的妻子应付他家老爷子催婚，而我就是那个好拿捏的人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鲜少有机会能了解他的家庭，不过对这位一直放逐在外的大外甥倒是有点印象。混不吝的20祖，疯起来连纪伟礼都头疼的大少爷，就是这么个祖宗。现在满脸乖巧坐在我旁边，装的人模狗样，我觉得挺有意思。车在红绿灯停下，我看向他，吻我。男孩一愣，随后眼底逐渐变得深邃，不需要我强调第2遍，他直接凑过来捏住我的下巴，给了我结结实实一个热吻。即便日常孟崇宇装的再像，在床上那股本能的侵略感始终无法抹去。突然，旁边的车滴滴了2声，还未反应，喇叭又响了起来。扭头是才发现旁边的车已经降下了车窗，露出了一张分外熟悉的脸。纪伟礼，我本能紧张，但随后想到他再也管不着我了。男人表情称不上愉悦，语带嘲讽，就这么急不可耐。我咧嘴一笑，年轻人精力旺盛，让纪总见笑了。纪伟礼脸沉了下来，视线透过我看副驾的人，我下意识紧张，往一侧挡了挡，灯绿了，我就不妨碍交通了。说完，我率先按上车窗，再看向孟崇宇，脸看向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突然有点好奇，若是今天被纪伟礼发现跟我激吻的人是他外甥，他该作何表情？但这件事这么有趣，我还真舍不得让他立刻终止。进了家门，孟崇宇便迫不及待朝我扑了过来，他急切地抱住我，吻着我的唇。我不喜欢他。不喜欢谁？你前夫。哦，我凑过去摩擦着他的耳根，巧了，我也不喜欢。他单手将我抱起来，抛在床上，我惊呼了声，搂紧他的脖颈。他无声挑了挑嘴角，
眼眸闪过得意。我突然想起今天他舍友问他泡到小舅妈什么感觉，他说就那样吧。但我不一样，泡到前夫的大外甥，那感觉可真他妈爽。以前几位里也疯，是上位者的疯，只有索取，我完全谈不上享受。但孟崇宇不一样，我知道他在讨好我，这种愉悦在得知他的真实身份之后达到了顶峰。就在他急不可耐想要开始的时候，突然我的门铃响了。别管，很快门铃变成了手机铃声，应该有重要的事。我安抚拍了拍孟崇宇的头，单手超过手机，开门，是纪委里，我不在家，我看见你的车了，开门。我顿了顿，现在不方便，门外的人似乎在点烟，跟那个男的在一块，我们离婚了，和你没关系，那我们复婚。话音落下，他好像也被自己吓到，我们两个谁都没再讲话。电话那端传来滋滋的电流声，还是我先开口，你喝醉了，让助理送你回去吧，你先开门，真不方便。林庆欢，你胆子越来越大了。说完，他似乎想到什么，嗤笑了声，不对，我都忘了，当年趁我喝醉偷吻我，装疯卖傻向我求婚，你的胆子一直都挺大的。电话挂断，我还沉浸在纪委里的话里，当年我的确是爱过他的。第一次见到纪委里，是我刚刚考上大学，一腔孤勇地冲到他的公司，想要渐渐资助我的恩人。喜欢上他，好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能和他结婚。婚后我活在自己构建的粉红泡泡中，觉得我一个人的爱能撑起两个人的关系。直到孙洁如的出现，打碎了我的梦。姐姐，一只手从我后面摸过来，我回头，孟崇宇就站在我身后。我突然特别好奇，如果这个人知道我和纪委里离婚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另一个女人，他会怎么样？会再去装哑巴勾引孙洁如吗？哑巴这招用烂了，或许可以装个瘸子。这么想着，我没忍住笑出来。我拍了拍孟崇宇的脸颊，姐姐现在没心情，改天吧。说完，我直接起身披上睡袍，没注意到孟崇宇逐渐变复杂的表情。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被震动吵醒。S， 宇哥，你想酒吧今晚就差你了。S， 来的几个妞身材火辣，真不来喝一杯？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我拿的是孟崇宇的手机，浴室里有洗澡声传来，我将手机重新放在床边。不多时，孟崇宇出来了，他怕吵醒我，蹑手蹑脚走到我身边，拿起手机划了两下，便随便丢到旁边穿外套。我假装自己才醒，睁眼要出去，导师找我有点事，得回学校一趟。现在已经快12点了。孟崇宇摊手，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我心里冷笑，这位大少爷没进军娱乐圈真是屈才。我忍住翻白眼的冲动，安抚地拍了拍他的头，毕业狗，没人权，我懂。等到孟崇宇出去后几分钟，我才慢吞吞爬起来，拿上车钥匙跟着出了门。其实也不为别的，就是好奇，在我身边装乖卖惨的孟崇宇真正是什么样子。毕竟我第一次遇见孟崇宇是在医院，彼时我刚做完手术，行动不便，需要找一个帮手。孟崇宇就是来应聘的护工。开始我对他是有些犹豫的，倒不是因为他是个聋哑人，而是我想找个女性，但男孩却特别迫切。我从小照顾妈妈，特别有经验，我保证他们能做的，我也能做得好。我必须承认那一刻，我心软了。我没有父亲，母亲瘫痪，我就是如他这般从小照顾妈妈。后来若不是纪委里的资助，我恐怕连高中都无法读下去。于是我将他留了下来。一如孟崇宇所说，他乖巧勤奋，又体贴周到，别的护工只要有空子就跑出去休息，只有他一天到晚守在我身边，为我端屎端尿，在我情绪低迷的时候，用尽一切办法讨好我。那时候我胃口不好，这家伙会自己给我做饭，把便当摆成各种卡通形象，哄着我吃一口。临床的老太太看着都笑了，和我说，这小子是把你当女朋友养了。所以后来我们成为恋人关系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期间我从没怀疑过孟崇宇的身份，他经常会控制不住地跟我打手语，有时候兴致来了，我也会让他教我比划几句。就连在最动情的时候，他都不曾发出过声音，只用一双眼湿漉漉地看着我，像一只厌足的狗。当然我没怀疑过他最重要的原因是，谁们家二世祖能隐忍到这个地步，隐忍到我都怀疑孟崇宇这是把自己当勾践了，到我这儿卧薪尝胆，磨练心智来了。以前我也是酒吧常客，大多数时候都是被纪委里带过来的，他喝酒，我开车，回然后去的路上，在他那辆不怀好意的悍马车上做尽荒唐事，甩掉过去的回忆。我正准备搜寻孟崇宇的包厢，突然一只手将我拽住，特地来找我的。抬头，纪委里居然出现在面前，刚才不愿意见我，现在迫不及待地跑过来。这是欲迎还休，我是来找男朋友的。我避开他灼热的视线，转头想走，然而他攥着我的手收紧，直接将我扯进南侧隔间。纪委里在大点声，把所有人都喊过来。我怒视着他，他指腹摩擦着我的唇。今天他吻的你这里，你管不着，放开我。小猫敢冲我亮爪子了，离婚前后你的变化倒是不小。纪委里嗤笑，和他分手吧？凭什么？欢欢，你该知道我最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他的手指划过我的脸，无理取闹要有个限度，
不要在我的雷区跳舞。我要反驳。他继续说，当初答应离婚是满足你的愿望，不意味着你就能脱离我的掌控。这一年怪我给你了太多自由，让你忘了你是属于谁的。纪委里强势霸道，高高在上，只要他想，他可以让我在工作中，在生活上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作乌有。但凭什么？凭什么背叛婚姻的人能堂而皇之说出这样的话？你都已经有孙洁如了，还不够吗？提到这个名字，纪委里皱了皱嫌恶的眉头。我说过，我和他没什么，没什么。你们亲嘴的照片都上报纸了。是啊，不过就是接个吻，你至于发脾气？根本说不通，真他妈烂人！我不想再听他的话，用力挣脱他的桎梏。突然，外头传来一道男人的声音：“小舅，你还没好。”浑身冻住，是孟崇宇。纪委里正欲推门走出去，被我反手拽了回来。他朝我挑眉，我避开他略显尖锐的视线。纪委里没再动，问道：“有事？”一墙之隔，孟崇宇略显不耐的声音传来：“回去了，司机借我。这么早？”纪委里给司机打了个电话，孟崇宇适才离开。离开的时候还吹了个口哨，老当益壮，请您玩好。抬头正撞上纪委里若有所思的目光。你认识小雨？不认识。为什么避开他？孤男寡女在男厕所隔间，纪大少爷不要脸。我要。说完我踹开门。这回纪委里没再拦我。孟崇宇是让纪委里司机送他回去的，那必然不会再回到我的出租屋，毕竟纪委里的司机对我的住处一清二楚。他伪装身份接近我，自然是不想让纪委里发现，我便没着急回家，不紧不慢在街边溜达。夜深了，马路上只偶尔有几辆车经过，夜色里两边的广告牌异常闪亮，孙洁如那张脸以及高清的姿态对在我的面前。要不是纪委里，你这种人给我提鞋都不配。女人曾经指着我鼻子说的话浮现在耳边，那时候我还沾沾得意，那又如何？他宁可和我这种人结婚，也不要你。可后来他和纪委里接吻的视频传遍大街小巷，我崩溃的让纪委里和他撇清关系。纪委里却说：“欢欢，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我才恍然从大梦中苏醒。是啊，他们都是上等人。孙洁如是从小跟着纪委里长大的妹妹，是被纪委里用资本一手捧上去的大明星，而我只是纪委里养在家里的妻子。甚至结婚以来，我连他外甥是谁都没弄清楚。不是我不上心，是纪委里没给过我机会。或许我治愈他，就是只能疏解欲望的狗。冷战到离婚，纪委里始终觉得我在无理取闹，终有一天会后悔。我的确后悔了，后悔没早点离开他。快到家的时候，我收到了孟崇宇的信息，是一张自己躺在宿舍床上的自拍照。孟崇宇躺下了，还真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我明知故问，该不会才忙完吧？孟崇宇：是啊，导师抓苦力。紧接着，孟崇宇发了一张被窝里面的照片。孟崇宇：想你。我弯了弯嘴角，乖，下次喂饱你。早晨，我是被开门声吵醒，走出卧室，和拎着早饭的孟崇宇迎面碰上。我诧异，来这么早？孟崇宇把袋子放桌子上，走过来抱住我的腰，怕你饿。我看了眼袋子的 logo， 是一家有名的早餐店，距离这里很远。我受用的啄了下男孩的唇角，洗漱的时候刷了下手机，一个热搜跃然榜首，井号孙洁如爱心早晨井号，点进去是他拍的一张早餐照片，配文：谢谢某人清早送来的爱心早餐，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退出来前，我看了眼袋子 logo， 跟孟崇宇和我买的一模一样，巧合则瞬间就不香了呢。从洗手间出来，孟崇宇如同门神守在外头，整个人带着某种难以察觉的焦躁。你有话说？孟崇宇点了点头，将手机举到我面前。下周我要去一趟海市，又是导师安排的工作，是去看病的。我挑眉，他继续输入，我找到了能治疗我嗓子的医生。对方说我有说话的希望，那一瞬间我差点就憋不住笑出来了。原本我还好奇孟崇宇最后该怎么跟我摊牌，结果就这，我轻咳一声，太好了，需要我陪你吗？孟崇宇眼神飘忽，慌忙输入，不用，你安心工作，我怕自己治不好，你跟着我会伤心。不会的，一定会好的，本来就是个健康人，能好不了吗？但想了想，我还是不走心的补了句，好不了也没关系，我不嫌弃。结果孟崇宇却好像感动了，扯过我抱在怀里。孟崇宇上午有课，跟我腻歪了一会儿就走了，他才离开没几分钟，门铃又响了。你忘带什么？嘴被封住，我被一股熟悉的气息包裹，用力将对方推搡开。我使劲擦了擦嘴。纪委里，你一大早发什么疯？刚才在你家出去的是谁？没人在我家出去。林庆欢，你真以为我是傻子？既然知道，你还问我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他是谁？托你的福，前几天知道了。纪委里攥着我的手，用尽了力气，他眼眶变红。你怎么敢的？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纪委里的失控。我盯着他，我怎么敢？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他怎么敢的？和你在一起7年，如果你有用心对过我一次，婚后带我见过一次家人，我都不可能有机会答应他。我们怒视着对方，想到过去，我的胸口微微鼓荡。他突然软下来，抱着我，唇瓣摩擦着我的右耳，跟他分手好不好？我就当不知道。我突然觉得特别好笑。我不分，现在我不是你的谁，和谁在一起也跟你没关系。纪委里抿了抿唇，
克制自己的怒气。你到底想要什么？钱我也能给你，还是名分？你觉得他会娶你？婚姻我跳进去过一次了，你觉得我在乎？那是为什么？报复我吗？听到这话我笑了。季总，你问错人了，你该问的人是孟崇宇，他处心积虑接近我，是为什么？季伟礼表情复杂，伸手在我的脸颊摩挲。你长大了。我盯着他不说话，良久，他的手微微用力捏住我的下巴，不过我意愿再次吻上来，我不留情，一口直接咬在他的唇上。男人吃痛退开，捻了捻流血的唇，突然笑了。欢欢，你这样让我开始后悔给你自由了，相信我，你会心甘情愿回到我身边。季伟礼离开，我腿一软，直接跌坐在地板上，连续做了几个深呼吸才平复下来。就在我以为季伟礼后续会有什么举动，绷紧神经打算应战的时候，意外的季伟礼没再出现。孟崇宇出发去海市那天，我收到了男孩的信息，孟崇宇出发祝我好运，附图是一张机票。我回了个加油的表情包。退出界面的时候，手机自动推送孙洁如的动态，孙洁如出发首映顺利。孙洁如算是顶流，大数据不管你喜不喜欢，永远给你推送最热点的人物和信息。之前我都无视，唯有这次我点了进去。他的定位是机场，晒的图是一张海市机票，从相同的早饭到一样目的地的城市。那一瞬间突然想到什么，我重新打开孟崇宇的照片，放大，右下角有个不小心入镜的 LV 背包带。我搜寻网上粉丝拍到的孙洁如机场穿搭，那款 LV 是她常背的包，无数细节都告诉我，他们不仅认识，还极有可能关系匪浅。所以有没有可能开始我就猜错了？孟崇宇接近我的原因不是因为纪伟礼，而是孙洁如。我和孙洁如的恩怨要追溯到4年前，大学毕业，我正式搬到纪伟礼的住所。也是那时候我才知道，纪伟礼有个大明星的小青梅，他经常会半夜3更给纪伟礼打电话，会隔三差五让纪伟礼帮忙接资源，还会软声细语的跟他撒娇。我吃过醋，也跟纪伟礼生气过，他跟我说，我要喜欢，早就跟他在一起了，还轮得到你？后来老爷子逼他跟孙洁如结婚，纪伟礼一怒之下直接跟我领了证，没有求婚，没有婚礼。我们领证那天，孙洁如哭红了眼，她看向我，你以为纪伟礼真的爱你？他娶你就是想反抗家里管教，他最在意的还是我。开始我不相信，直到后来亲吻门事件爆出，全网都以为他是孙洁如男友。纪伟礼不仅没解释，反而牵线了一档国外电影，助他打开国际市场。我终于醒了，只是我不懂，如果是孙洁如指使孟崇宇接近我的，到底为什么？明明在那场3个人的关系里，他才是最后的赢家。隔了几天，我再次收到了纪伟礼的消息，这次他没说话，直接甩给我了几张照片，上面一个男生挎着包，低头走在一个女生身边，那个女生高抬头颅，姿态凌人，两人身影太过熟悉。孟崇宇和孙洁如，你不是想知道原因吗？这就是小雨喜欢孙洁如很久了，但他也知道孙洁如喜欢我，所以一直都在撮合我们在一起。在得知我结婚的时候，他是全家最不能接受的人。这几年他们一直有联系有吼，没想到大少爷走的还是深情男二人设，我没吭声。纪伟礼继续说，他这次去海市就是参加孙洁如首映会，我猜他是想接近你，彻底断了我们复婚的可能，从而给孙洁如制造机会。以前我觉得孟崇宇装哑巴已经够颠了，没想到接近我的原因比那个还要颠。我问纪伟礼，你告诉我这个干什么？你不生气？气吗？除了觉得离谱之外，我好像一点都不气，大概因为我所有的愤怒全都在结婚的那2年耗尽了。等他回来，你们分开吧。如果你不想面对他们，我去和小雨说。我奇怪，纪伟礼，你为什么老要拆散别人姻缘？除了让我分手之外，你还有别的事吗？没有的话，我挂断了。纪伟礼被我噎住，你还打算和他在一起，不可以吗？他不喜欢你，那又怎么样？你也不喜欢我，我不也跟你结婚了？那边沉默了，我听到人点烟的声音。我没喜欢过别人，是吗？那你要学着喜欢一下别人了。那天晚上，我做梦了，梦到了我刚上大学不久，突然接到了老家阿姨的电话，和我说妈妈摔倒了，正在手术，急需一笔钱。妈妈瘫痪多年，以前都是我照顾的，外出读书，我请了一位阿姨。即便我每天像陀螺一样不停兼职，但是手里的钱也仅仅能维持阿姨的工资，走投无路，我去找了纪伟礼，窘迫不安焦躁，但纪伟礼却没有犹豫，亲自托人安排了母亲的手术，并且跟我说，照顾的阿姨不行就换掉，能让你妈摔一次就有第2次，以后照顾的钱你不需要担心，我资助你是为了让你安心学习，不是为了让你四处打工荒废学业。从此除了我的学费之外，纪伟礼还担负了母亲的照料费。后来我鼓起勇气和他告白，他说可以，我喜欢乖的，在他身边一待就是7年。再后来，梦境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等待，变成了我的生日，他却去了孙洁如的发布会，变成了结婚纪念日，他的彻夜未归。我感激过纪伟礼，爱过纪伟礼，但也恨他，仿佛陷在了梦境中，我如何都醒不过来。迷了一剑，好像突然有人喊我欢欢欢欢，随后被人抱起，纪伟礼，你怎么在这儿？说话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喉咙干哑的厉害，电话你一直不接，
担心你出事。你现在高烧，先去医院。发烧了呀？怪不得我觉得浑身烫得厉害。纪伟里抱我出门的时候，我才后知后觉，我家门没了。纪伟里面无表情，进不来，直接找人拆了。我温度下来了之后，我才感觉自己脑子渐渐恢复了清醒。纪伟里坐在病床旁边，衬衫袖子往上折起，露出深蓝色的腕表。我看着那块表有些恍惚，我记得那是我大学毕业得到第一笔工资之后，用了全部的积蓄给男人买的，17000块钱。那时候我觉得很贵很贵了。可是有一天，我听到孙杰如问纪伟里：“纪哥，你不是新拍了一块8000多万的表，怎么不带那个带这个呀？欢欢送的。”孙杰如面露微妙，我还没带过这么廉价的东西，带着会起疹子的吧？当时纪伟里是怎么说的？他说：“大概吧，带2天哄小姑娘开心。”我花了全部积蓄，却只能让对方哄我开心。自此，我再也没送过纪伟里腕表。所以他今天又带了，是为了再次哄我开心吗？只是可惜，我早就不是当年的小姑娘了。这就是你说的能照顾好自己。在家里昏迷，见我醒了，纪伟里上来就质问：“只是发烧，发烧也能死人？”纪伟里顿了顿，出院之后搬过来跟我住，我让助理去给你收拾东西。不要，又是因为孟崇宇，我不吭声。他又问，还是因为孙杰如？他烦躁，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跟孙杰如根本没任何关系？简单啊，你让他在公众视野消失，你能做到吗？不可能。先且不说两家这么多年的生意往来，孙杰如现在的经纪公司有我1半的股份。纪伟里烦躁，当初我不是没处理，我将他打发到国外了，还不够吗？我冷笑，让孙杰如在海外拍了1年的戏，这叫处理？我不想说话。纪伟里不高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对孙杰如有这么大敌意。庆欢，你不是这种与人为恶的人。如果你因为一个女人不仅失去了丈夫，还失去了孩子，你会放过她吗？你说什么？我的眼底开始积蓄泪水。我孩子没了，因为他，这不可能。我用力擦了擦眼泪。和你离婚前2个月，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想告诉你的时候，爆出了你们亲吻事件。事后，孙杰如带了一帮人找过我，争吵的时候孩子掉了，甚至前1周我刚去看了医生，宝宝已经有胎心胎芽，医生说是个很健康的宝宝。后面的话我没说下去，垂着眼。你如果不信，可以去问孟崇宇，当时是他在医院照顾我的。纪伟里身形晃了晃，离开的脚步有些狼狈。纪伟里走了之后，我躺了一会儿，迷迷糊糊又睡着了。再睁眼，孟崇宇居然坐在我身边。你怎么来了？孟崇宇抿着唇，有些不高兴。我收到你住院的消息，立刻赶回来了。我才想到白天孟崇宇找我的时候，我好像确实给他拍了张我挂水的照片，但我没想到他会回来。我之前在网上看过孙杰如的活动日程，首映就是今天，也不是大事，挂水就能出院了。他表情严肃，我知道，但你切除过胆囊，我不放心。你是不是自己都不记得了？当时这个手术还是我照顾你的，记得？我轻佻地勾了勾唇，小护工，陪上床的那种。孟崇宇的脸肉眼可见又变红了，他又想说什么，突然手里的电话响了，我下意识跟着瞥了眼屏幕，如做贼心虚般，他反手扣掉手机，然后紧张地看了我一眼，我假装没看清楚，怎么了？不接电话吗？孟崇宇适才暗断，摇了摇头，不接，是诈骗电话，诈骗电话。他们这样可不是诈骗吗？我这场病来得快去得也快，隔天早晨基本上就恢复正常。孟崇宇忙前忙后帮我办出院，这个时候纪伟里给我发了信息，纪伟里什么时候出院？我去接你。我不用，你大外甥在。纪伟里，那我更要去。纪伟里，你以为我怕他？都收拾好，可以走了。孟崇宇走过来，我没回纪伟里，收起手机跟着他出去。上车我才想起来，我们家门被拆了。太阳穴跳了跳，也不知道纪伟里这家伙帮我修好了没。我家门锁坏了，师傅还没去，先去附近酒店休息吧。孟崇宇没问原因，乖乖点了点头。路上手机一直震动，纪伟里不断打电话过来，我嫌烦，故意发送了个酒店定位，别来坏人好事。之后就把对方拉黑了。进了酒店，推开门，孟崇宇就直接朝我压了过来。孟崇宇和孙杰如在上海的照片浮现在我的脑海，头一扭，男孩的吻落到我的脸颊。乖，你忍一忍，我大病初愈，不适宜剧烈运动。孟崇宇眼底闪过低落，但还是点了点头，没有什么激情往来。我跟孟崇宇好像也没什么其余的事好聊，气氛陷入沉静。我低头刷着手机，孟崇宇在盯着我。你有话对我说。孟崇宇微不可见点了点头。其实有件事我骗了你，我不是哑。还未输入完，又有电话再次插进来。纪伟里，他挂断，他又打，再挂断，他再打，最后还是我看不过去了，你接吧。说着我不等孟崇宇反应，越过他直接接通电话。孟崇宇，你让林庆欢接电话。孟崇宇还没说话，那边又说别装什么哑巴，我跟他早就知道了你们那点破事儿，现在立刻让林庆欢接电话。于是在这一瞬间，我欣赏到了小狗从错愕到惊慌再到沉默的全过程。我单方面认为孟崇宇方才的那一连串动作完全可以纳入北影表演教材，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不接，你不也照样找到我了？你是故意的，
想让我亲自找孟崇宇，不是你催我赶紧分手的吗？沉默片刻，纪伟里突然笑了，欢欢，你比以前聪明了，我马上到，让那个小子皮绷紧点。电话挂断，正对上孟崇宇复杂的视线，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你是指什么？是知道你不是哑巴，还是知道你接近我是为了孙洁如？如果是前者，有一段时间了，后者也是最近的事。孟崇宇肩膀垮下，我今天是想跟你坦白，坦白你在海市治好了，不是我。男孩用力抓了抓头发，我们结婚吧。他说完，我俩同一时间沉默了。片刻后，他好像抓住了什么浮木，对，我们结婚吧。你为了孙洁如，连自己婚姻都搭进去了。我整个人傻眼，而且你凭什么觉得你说要娶我，我就得嫁给你？不是因为他，是我喜欢上我了。孟崇宇轻轻点了点头，我笑了，演戏把自己演进去了。我当这孩子演技多高明。我问他，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和纪伟里离婚吗？就是因为孙洁如。那你现在觉得我有多大概率会答应一个因为他才接近我的人？他其实不是坏，就是被家里哄坏了，那就是坏。我打断孟崇宇的话，我不恨孙洁如缠着纪伟里，一个巴掌拍不响，但他千不该万不该去找我妈。当时我才跟纪伟里准备结婚，妈妈瘫痪20多年，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孙洁如不知从哪儿知道了妈妈的医院地址，去了她的病床，跟她说我在做有钱人家的情妇。妈妈只是没见过世面的农妇，对我最大的期待就是考个大学，安稳生活，哪经得住这种诋毁？即便我解释我们准备结婚了，但纪伟里连场婚礼都不给我许诺，妈妈根本不信，怒火攻心。妈妈病情加重，最后走得很快，这种恨让我怎么能原谅？我吸了口气，看向孟崇宇。当时孙洁如趁纪伟里醉酒偷亲他的监控，是你找人在酒店销毁的吧？孟崇宇抿唇，和我道歉，总得拿出点诚意。我看向孟崇宇，把视频给我。孟崇宇眼眸闪了闪，我突然觉得没意思，算了，你还是走吧。纪伟里马上要回来了，你会和他复合吗？那不关你的事，我给你。孟崇宇盯着我，我说喜欢你是认真的，我从未和其他人有过这么愉悦的体验，我想重新追你，以正常的身份，我们结婚，然后出国，到一个没有纪伟里也没有孙洁如的地方，改过自己的日子，只有我和你。纪伟里到的时候，孟崇宇已经走了，原本我还期待看到他们大打出手的画面，你看上去好像很遗憾。当然，我之前听你说孟崇宇是个混不吝的，还以为他会跟你正面刚，结果刚听说你要来就撤了。他讽刺一笑，背着我做出这种勾当还不够混？你说的有道理，刚孟崇宇向我求婚了，是挺混的。胡闹你怎么回的？我说我考虑考虑。纪伟里青筋暴起，你真觉得他能娶你？到时候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曾经是我前妻，他的家人不可能接受你，我可以永远不见他家人。过去2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我只是在等合适的机会，等了2年还没等到。纪总，我今年30岁，不是3岁，我错了。纪伟里凑近我们复婚，我许你婚礼，能要到纪总一个错字，还真是不容易，答应吗？我想出国读书，需要一个推荐的教授。话音落下，纪伟里果然脸沉了下来，不许去。那算了，纪总右转走好，记得把我家大门修好，不然我报警抓你。非要去，我不回应。纪伟里呼了口气，可以，先领证，那就是没得谈。我以为是你想追我。纪伟里轻笑，好，给你介绍哦，还有孙洁如。提到这个名字，纪伟里脸沉了下来，我会处理，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交代。隔天我就收到了孟崇宇发来的邮件，里面是当年孙洁如亲吻纪伟里的完整视频。当年两人照片爆出，纪伟里闭着眼坐在凳子上，孙洁如轻轻吻着他的唇，画面唯美，一看就是被人精心偷拍的。我找过酒店，对方说监控被人打招呼销毁了。纪伟里显然不想处理这件事，有权有势帮孙洁如干这种偷鸡摸狗事情的，除了纪伟里就是孟崇宇。我联系了媒体，直接将视频曝光，同步曝光了纪伟里彼时的已婚身份，网上一片哗然，讨论度直接冲热榜。我靠，开始还宣传两人是青梅竹马，还什么当红影星 X 资本大佬，一群人磕生磕死，结果是男的有老婆，太炸裂了吧！这姐终于翻车了，对工作人员颐指气使，拍摄现场耍大牌，黑料漫天都被资本压住了，喜大普奔。以往只要孙洁如的料爆出来，都会第一时间被压住，然而这次却肆意发酵。就在对家黑粉纷纷跳出来，舆论愈演愈烈的时候，我接到了纪伟里的电话，视频是你放的，他又找你了，你们的关系可真紧密。我说我会处理，你以为我信你？说完我不等他回复，直接挂断电话。同一时间，我接到了孟崇宇的信息，孟崇宇，他来找我了。孟崇宇，我没理他，我无声勾了勾嘴角，回了句乖。孟崇宇，我可以找你吗？不行，我还没原谅你。热搜还挂了没多久，孙洁如就回应了，孙洁如，谢谢大家关心，青梅竹马是真的，出轨劈腿是假的。PS 他单身，还晒出了他和纪伟里小时候的一张照片，水军下场，评论一溜烟全是姐姐从小美到大，我就知道你不会做这种事，姐和姐夫好配。我冷笑看着这条信息，摸着自己的心脏，
早就预料到了，有什么好痛的呢？然而没过几分钟，万年没发过状态的纪伟礼突然公开声明：我是纪伟礼，那张照片被拍到的时候确实已婚，在这里和我太太道歉，现在正在重新追求我的太太，她是素人，希望大家不要过多关注。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退出去又看了一遍，确定就是本人发的，我惊呆了，手机震动，纪伟礼，我的诚意。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在忙着留学申请的事，暂时没有关注网上的动向。这天，我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林庆欢，你为什么一直阴魂不散？大明星屈尊降贵给我这么个小人物打电话，还真是荣幸。小雨居然会为了你背叛我，我以前还真是小瞧你了，过誉了，都是您机会给的好。孙杰如哽住，你真以为发个视频就能影响我？我当然没这么想，这不过是我给你的第一份礼物，算是你让孟崇宇接近我的回礼。接下来我要送你的礼物是永远消失在公众视野。好大的口气，你真以为纪伟礼和小雨会帮你？他们最疼我。我轻笑，我当然没指望他们，从头到尾我做的就只是让他们在我收拾人的时候别插手。我妈去世后，我一直在关注孙杰如，她在圈里仗着背景雄厚，横行霸道，肆意妄为，得罪了不少人。她的黑料只要跟一段时间就手到擒来。之前我找到了从孙杰如公司离开的助理，他曾经长期遭受孙杰如的职场霸凌，辞职的时候精神状态已经很不好了。在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后，果然挖到了大料。在这个圈子，税务规避好像变成了潜规则，但我没想到孙杰如已经这么有钱了，居然还是不可避免的偷税漏税。就在前一阵子，我们终于收集到了相关材料，这也是我不想再和孟崇宇玩装聋作哑游戏的原因。电话挂断，我去了税务机构，实名举报孙杰如偷税漏税。纪伟礼第一时间接到了我举报的消息，你非要赶尽杀绝哟，纪总这是心疼了。纪伟礼捏了捏鼻梁，你知道你搞这一出，我的影视公司会亏掉多少钱吗？就不能等等我吗？等到我也死了吗？提到这件事，纪伟礼叹了口气，孙家在系统里人脉不比商界少，他们也不缺钱，只要把税补上，伤不到他。是啊，我一根手指放在纪伟礼胸口，就要看纪总的诚意了。3个月后，纪伟礼送我去机场，到伦敦第一时间给我发信息，我这边工作安排一下就去找你，知道了。啰嗦。纪伟礼目露无奈，这段时间我们都很忙，我忙着申请国外院校，纪伟礼忙着和孙家切割。当时在纪伟礼的运作下，孙杰如偷税漏税的料还是被放出来了。如今整个社会对类似事件零容忍，孙家无法接受纪伟礼的背叛，两家关系急转直下，纪伟礼名下的几家公司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与此同时，孟崇宇和我在一起的事被纪家和孟家知道，孟崇宇被送出国，他自然不肯去，在逃跑的路上出了车祸，我去医院看过他，男孩右腿捆着厚重的石膏，看见我眼睛就开始泛红，我很想你。我看着孟崇宇，没回应他的撒娇，转而说道，好好照顾自己。他沉默许久，问我，你喜欢过我吗？心动过，长得帅，身材好，又伪装得如此温柔体贴，谁能不心动？但那又怎么样？我笑了笑，世界上年轻身材好又温柔的人多了，没有你，我也会向别人心动。机场内，飞往伦敦的广播开始催促了，我拎着大大的行李箱和纪伟礼告别，纪伟礼好像有什么感应，用力抱着我，等我。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回答。进了安检，我回头看了眼站在遥远地方的纪伟礼，笑了笑，转身将自己的电话卡掰断扔到了垃圾箱，又撕掉了那张飞往伦敦的机票。半年后，斯坦福大学的联谊会，一群人聚在一起聊天，大家突然聊到曾经说过的谎言，谁这一生没说过几个谎？不对，我猜欢欢就没有。他看着这么乖，我握着一杯啤酒，听到这话微微笑了笑，没有参与讨论。我这一生啊，撒过太多谎了。比如，我知道纪伟礼喜欢孩子，但我从来没有怀过孕，和他说流产，不过是料到他不会求证，激发他的恨意。比如4年前我就见过孟崇宇，甚至还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站在孙杰如旁边，看我的眼神像个垃圾，一个农村出来的土鸡，不值得你花心思。再比如，我压根没申请过伦敦大学，当初纪伟礼推荐给我那位教授之后，我就去找了他，那位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泰斗高高在上，给你写推荐语可以，但只能是伦敦大学。我笑了笑，往他面前推了一个信封，这是什么？他皱眉拆开，一张在包厢一群男男女女喝酒的照片滑落，最中间赫然就是这位泰斗，身边是一众年轻的少女。教授赫然变了脸色，我微笑着，只是斯坦福的推荐而已，于你而言不过手有余香的事，教授也不想晚节不保吧。不过还得麻烦您跟纪伟礼保守秘密呀。我抬头看向外头的月亮，思绪飘远。欢，不舒服吗？突然一道蹩脚的中文传来，我想起来他好像叫 K， 学校橄榄球队的队长，美国人，长得很帅，我知道不少女孩子都是他的迷妹。我轻笑，没有，醉了而已。K 递给我一杯橙汁，坐在我身边，看我的眼神带着年轻男孩遮掩不住的爱慕。我不合时宜地想到了孟崇宇，轻笑了声，举起杯子和 K 轻轻碰了碰。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他们来过，走过，经历过，他们注定会成为过客。